你知道吗？一个人最大的福报是让原生家庭的业力传承在自己这一代彻底被打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学校，但是没有一所学校是教一个人如何做好父母的。如果你曾经不幸地出生在了一个有毒的原生家庭，那么请从现在立刻马上开始觉醒，开始改变，以最快的速度脱离原生家庭，离得越远越好。尽早自己说了算，早点独立，不要再把这样的毒素，把你曾经遭遇过的一切继续传递给下一代，让所有的痛苦在你这一代结束，让孩子开心地长大，然后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人，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真正爱我的爸爸妈妈。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伤害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这种伤害最让人窒息的不只是父母一味的压制、贬损和否定，而是他们让你窒息的同时，又让你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是爱你的。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负罪感，这种感觉就像在大冬天里，你身上裹着一件湿透的棉袄，脱下来冷，穿着更冷。有些人原生家庭的父母，他们自卑、爱面子、急功近利、脾气暴躁，遇事外求，从不内观。很多时候，当你长大了，父母身上照见的就会是你人格的缺陷。成长环境里的种种，即使曾经给你带过来很多的伤害，但却会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你的舒适区。巨大的惯性会不断地拉着你往下坠，然后重复着跟父母相似的人生轨迹。如果你不想再复制父母悲惨的人生，就要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跟父母反着来，将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培养跟他们相反的人格特质、自处模式、认知模式、人际交往模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封印在头脑恐惧的经历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活出自己。做自己，是因为一直活在潜意识的恐惧当中、不安之中、自卑之中。他们一生都在维护自己的面子，维护自己的头脑和正确，所以他们怕别人笑话自己，怕别人指责自己，怕别人忽视自己，活在是非对错的低维度世界里，在嘴上绝不认输，但在行动上却矮小无比。原生家庭糟糕的人，人生真正开始是在40岁，因为他们需要花至少20年的时间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父母过得辛苦，记住与你毫无关系；父母过得痛苦，同样与你无关。与你无关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上赶着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你造成的，更不需要为了这些事情而感到愧疚、自责和自我绑架。你父母人生坎坷曲折，吃过很多苦，但这些都是他们曾经无数个选择造成的。不要因为他们说了一句都是为了你就轻而易举地被绑架了。难道没有你？
他们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了吗？去爱他们，关心他们，这绝对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要背负他们的命运。你有千万种方式表达爱意，表达感恩，但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牺牲自己的人生，去承担他们的责任。相信我，真正爱你的父母其实也不会希望你这么做的。活出自我从来都不是出身左右的，而是心智左右的。在每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中，都尽量选择长线利益，迎难而上。那事物的发展规律永远都会向你倾斜。事实上，漫长的人生之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养育者，我们要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这很重要。原生家庭不好的人，慢半拍或者慢几拍已经是很优秀了，所以不用责怪自己，否则你就会一直背负父母的因果，然后无法承受其中。因为别人在成长的时候，你还陷在原生家庭的内耗里，别人早早知晓的道理，你却不断消耗在痛苦的轮回中，恶性循环。因为没有人教你正确的方法，人到中年才能渐渐地明白一些和这个世界相处的道理。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相信自己，相信慢即是快，滴水石穿，厚积薄发，找到自己的方向，不要和任何人比，比不了以后，你又开始自我攻击、自我怀疑，继续陷入和原生家庭的纠缠里。一颗破碎、缺失的心，从成长到疗愈，从疗愈到觉醒，锤炼出一颗遇强则强、越挫越勇的心。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这正是生命赋予我们每一个曾经被伤害过的人的终极的意义。很多人其实连觉醒的机会都没有，就浑浑噩噩麻木地走完了一生。很多人可能觉醒了，也找到了一些方法，但是没有耐心走下去，还是糊里糊涂地走完一生。时刻将自己放在上帝视角，剥离游戏惯性以外，俯瞰成长环境中的人和事儿的那些狗血、拧巴、执念，然后把自己被召回出来的那种弱者心态放下，放下被人拯救的期待，重新树立自己拯救自己的强者逻辑。我们探讨原生家庭，从来都是归因不归罪。如果我们出生在优越的家庭、特殊的家庭、好的家庭，我们要感恩，有人给我们遮风挡雨，有人为我们成长负责。但是如果我们出生在糟糕的原生家庭，其实我们也要感恩，我们终于有机会去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即使到最后你可能没有成功，但这也是你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体验。人生就像一场修行，这一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每一步坎坷都是一场智慧的提醒。在哪里障碍就在哪里反思，在哪里迷茫就在哪里迁善，你在哪里受苦就在那里觉醒。你变了，世界就变了。心有一切有，
心空，一切空。阻碍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你自己那颗坚强的内心。一个家庭里的犟重孩子、叛逆孩子，才可能引导一个家族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无知走向智慧。一个家族的业力既可以传承，也可以感召，就像幸福家庭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往往也很幸福，而不幸家庭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多半重复着类似的悲剧一样。这种不容易摆脱的命运，并不需要刻意的练习，而是潜移默化长达数十年甚至100年的耳濡目染。一个人在原生家庭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有一对认知浅薄、思维狭隘、精神世界贫瘠、情绪很不稳定的父母。原本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都有巨大的潜力创造不容易被替代的价值，找到真正的自己。然而在人生的早些年，很多人已经被不明世事的父母灌输了一堆愚昧落后的观念，被迫吸收了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所积攒的力气，并打断了你不断探索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以至于你刚刚把一只脚迈出贫穷的家庭，刚刚信心百倍地准备振翅高飞时，父母就直接把你拽回来了，剪断了你尚未丰满的羽翼，把你拖入贫穷的沼泽，让你白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历练和成长的机会。他们一面渴望你出人头地，能给他们长脸，一面又把你当成一个懵懂无知、急需被照顾引导的孩子，甚至你拘谨木讷、畏手畏脚，不如别人家孩子阳光自信有人缘，他们都会指责是你自己不行，而绝不会反思是他们言传身教的原因。这种畸形又可笑的教育，让你成为了一个始终不曾用自己的脚在走路的庸俗无能之辈。在好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心底那份想尝试的火种又燃烧起来了，可是总有一个更深层的声音在规训你、打击你、否定你、无视你。你的能量总是若有似无，你一面不想放弃，一面又怀疑自己，直到你失败了、受挫了，你还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是自己不聪明，是自己情商不够。很多彪悍的孩子在成年能够自食其力后，之所以选择远离父母和亲戚，就是怕被家族业力拉入深渊，导致自己一辈子翻不了身。他们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你根本无法改变，你能改变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脱离原生家庭的羁绊，不正脱开父母和穷亲戚给自己套上的道德枷锁，他们将被压抑、抑郁、自卑、内耗封印一生。记住，你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你好了，你周围的一切才可能好。所以拒绝被动承受困扰和折磨了几代人的家族业力，拒绝被惯性的生活拖着你往下坠，拒绝重复父母匮乏没见识的生活，
无数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情商高的父母，孩子的交际能力也出色，情绪调节能力更是出众。性格敏感拧巴的父母，孩子大概率也学不会当机立断。被羞耻心和阴暗心理浸染很深的父母，孩子多半也阴郁可怖。而那些自信勇敢、松弛有爱的父母，孩子往往也非常闯荡，内核强大且自洽。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复制父母的贫穷人生，你要么和他们做适当的切割，要么就和他们反着来，重新把自己好好养一遍。不要觉得为时已晚，也不要觉得父母面目可憎，他们既影响了你，同时也是他们父母的复制品。在此，该感恩的感恩，该拒绝的拒绝，指责和谴责没有多大意义。你坚定不移地做出改变，才意义非凡。你可能会痛彻心扉，你可能无比内耗和纠结，但是你必须有一股狠劲，不要过度共情，不要尝试心软去改变别人，也不要被孝道和道德毫无逻辑的绑架。只要你厌倦了浑浑噩噩、愚蠢贫穷的生活，你就有动力去改变自己，构建自己的高价值感，而不是一辈子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挣扎。相信自己，你已经醒来，你很有力量和能量，你完全可以逆袭和翻身。你的目标就是永不放弃。如果说地球是一个专门培养灵魂的学校，目的就是让一些优秀的灵魂完成自我觉醒，最终实现升级，成为一个更高级的灵魂，然后从地球离开，那么所谓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这个灵魂学校所设计的觉醒课程当中重要的一环。它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封存你的自由意志，然后再给你注入特定的业力和自动化反应机制。接下来就看你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最终也没能完成这门课程，通过考验从地球学校毕业，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走完了这一生，最后再继续进入下一个轮回，从头来过。还是你可以成功地把握住机缘开悟，这些机缘就是你人生当中所有的逆境、打击，还有你得到的指引，然后你看到了正确的方向是向内觉醒，而不是向外所求，最终通过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修行，一步步的识别并且内观到自己的自动化反应机制，觉察到自己的潜意识缺陷，最终成功地破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假我，完成了灵魂的觉醒。这两条路究竟你会选择哪一条？这是你自己的造化。当我们明白了以上的这一切，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佛说我们一直都活在相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儒家说要修身格物，直到成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圣人。道家说要无为，损而又损，天人合一。在我看来，儒释道三家
无论孔子、佛陀、老子，还有那些真正的学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分别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种种的机缘和指引，而这些人都是在知天命以后，顺应自己的天命而为，那就是成为点化我们的人，成为众生凡夫们觉醒的机缘。当我们站在这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出生于哪个家族，将会继承什么样的基因记忆和家族创伤，我们会经历怎样的父母，会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被注入怎么样的自动化反应机制。这些就像是游戏的起始设置，看似随机，却又早有定数，我们根本就没得选。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的父母就有得选吗？他们当然也一样没得选，因为他们也同样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而我们如果认同于这样的命运轨迹，那么我们也将成为原生家庭这个业力注入系统上的一环，一个角色。我们也同样会对我们的下一代完成我们这个角色的使命，去给他们传递我们这个家族的痛苦记忆和潜意识的缺陷，去完成对我们的孩子的自由意志的摧残。所以既然眼前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错，那么同样也不是我们父母的错。事实上，这里面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个受害者。想象一下，你去参加高考，卷子你不会做，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立场去怨恨出题的老师吗？你今后人生的失败难道都可以归结于高考太难吗？如果不能，那你现在的性格缺陷和人生的种种的失败，又为何会怪罪于你的原生家庭，怪罪于你的父母呢？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让自己选择从这些虚像当中跳脱出来，突破这些屏蔽你良知、尘封你自由意志的基因记忆、潜意识和习惯，是你自己暂时还没有完成你人生的这门功课，让你沉睡的灵魂觉醒。如果你可以意识到，我们和我们的父母，甚至和所有人都一样，大家其实都只是在同一个大考场里面正在考试的考生，那么你就彻底破除了分别心。当你站在这个高度，用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着世间正在发生的一切，你才能把自己从潜意识巨大的压力当中抽丝剥茧，逐渐地分离出来。你会发现，其实你父母的一生都只是在无意识地扮演着一个角色，他们被动地继承了这个家族的记忆和创伤，以及他们父母的潜意识和情感缺陷。他们也只是没有觉悟的可怜人，他们对你的所谓的伤害，也都是这个角色设定的任务而已。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他们其实很爱你，只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本来的自己去好好爱你的机会，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的醒来，他们没办法用正确的方式去爱你，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以习惯而活，都是以假我而活。但是有些时候，你却又分明可以从他们流露出来的眼神、神情、
还有下意识的行为和话语当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发自心底的爱。虽然可能很短暂，并且很快这种爱的感觉就又被淹没在了习惯和情绪当中，但是那种感觉是真真切切地发自于他们的内在的，是隐藏在他们被习惯和业力牢牢控制的肉人的内在深处的。想要好好爱你的自信，本来在真正的危机甚至生死面前，往往人们会从思维幻想当中醒过来，思维会瞬间的停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在灾难的面前，紧要的关头，很多父母都会在生前的最后一刻，本能的去先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在那一刻，他们的自信是醒过来的。你一定要让自己选择相信，相信你的父母也同样会对你这么做的。当你能觉察到这一层，此时你就真正的对他们升起了慈悲心，唯有慈悲心才可以终结这一切。而此时的你已经是一个内在觉醒的人了。所谓行之不得，反求诸己，人世间的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向内求，也只能通过向内求，才能最终得到化解和解决。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阴影也是如此。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站在生命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了原生家庭，那接下来就要选择去勇敢地直面，选择去行动，选择通过真正的实修，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里活出真正的自由，从原生家庭的魔咒当中彻底走出来了。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父母的人生给区分开，让我们的人生和父母的人生之间的边界清晰化。我们珍惜这段缘分的安排，但是也要承认并且接受，父母和我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各自都要走完彼此不同的路。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承担父母的痛苦，我们同样也不应该继承家族的痛苦记忆和意识缺陷。是时候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从原生家庭当中剥离出来了。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父母，因为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他们。事实上，你能改变的就只有你对他们的看法。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天下一切苦，唯有自度。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你自己的觉醒。一切只图想要改变别人，影响别人的想法，都是妄念。自度即度人。父母的觉悟是父母自己的事情，父母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和造化，或许只有在你自度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许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奇妙转化的发生。所以从现在开始，放下想要转变他们，想要背负他们命运和痛苦，想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执念，过好你自己的人生，这才是你面对父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必须还要重塑我们大脑思维对于原生家庭的核心语言，让大脑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监控之下，
首先把受害者的身份拿掉，把一切对于原生家庭、对于父母的评判都拿掉，从此不再认同于这个受伤的、被摧残的、继承了原生家庭缺陷的就是你自己。我们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不要管对错，不要用头脑去分析为什么，不要在意你的头脑的反对，我们只管把思维当中一直以来对于原生家庭的负面的语言评价，都主动地替换成正面的，和你的思维反着来，跳出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告诉自己，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我，至少他们都想要好好的爱我，可是很遗憾，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被真正的爱过，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觉醒过，他们一直活在他们的习惯里，活在潜意识的缺陷里。所以我不怪他们，因为假如把我换成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生活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可能还不如他们做得好呢。所以他们对我的不理解和伤害通通都是无意识的，这只是他们潜意识的自动化反应，或者是他们认为对的爱我的方式而已，而他们并不自知。那我们又怎么能因此去怨恨他们呢？相反，我们要感恩，感恩他们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还能把我们养大，给了我们今天可以实修、可以觉醒的机会，难道不是吗？换个角度，他们也很好地完成了作为我们人生这场修行考验道路上给我们设置第一道磨练关卡的角色任务，不是吗？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反过来，如果他们没有完成磨练我们这个任务，对我们一味的溺爱和顺从，因为这样在将来步入社会以后堕落，最后万劫不复的例子还少吗？所以如果我们最终从原生家庭的业力当中完成了觉醒，实现了突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觉者、强大的人，那么你的父母可能就是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你的人，你不应该因此而感谢他们吗？最后，不管你的父母有没有给，能不能给，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必须要努力从他们的身上获得力量和爱，不管他们现在是否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都是我们在觉醒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否则我们的人生将不会完整，我们的修行也不会圆满。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终其一生都在排斥自己的父母，更不要说从父母身上获得爱和力量了。这里我分享给大家一个神奇而又管用的方法，去找一张你的父母站在你的身后，双手放在你的肩上的照片，如果没有就去拍一张，或者画一张，哪怕是卡通的，你就仔细地端详，感受这个充满力量的画面，想象着你的父母，他们一直都在你的身后默默地爱着你，给着你力量，他们永远都是大的，你永远都是小的。
你看着看着就会感到内心真的充满了安全感，会感到你内心的创伤正在疗愈，一切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这就是一种强大的内在自我疗愈。最后我想说的是，家族的创伤和原生家庭的魔咒，虽然并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也不是从我们的父母开始，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让它从我们这里结束。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把自己重养一遍。愿你从原生家庭的魔咒当中彻底走出来，走向生命的祝福。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